又开始了，我先把车停一下啊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静香的频道。无论是新移民、老移民、留学生还是旅游者，来到加拿大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呢，都不得不承认，没有车呢，真是出门不方便呀。在加拿大开车呢，基本是人人必会的技能，而且在这里呢，16岁以上就可以考驾照了。之前我已经做过2期与驾照相关的视频了。这个视频呢是我亲自考驾照的体验，还有一个呢是我搜集多方资料做出来的一集5级和7级驾照考试全过程，包括如何申请笔试和路试。需要了解的呢可以看一下。这个视频链接呢我已经放在描述栏里了。因为我有俩朋友呢刚刚考过了5级路试，所以我今天啊就把他们考5级路试的这个最新的应考经验在这里分享给大家。看完了呢，保证你们考试时候信心满满啊！首先提一点啊，加拿大和一些国家和地区呢是有驾照双关互惠协议的，持有属于驾照双关互惠协议国家和地区的驾照，在加拿大无需参加笔试和路试，备齐证件和资料，可以直接换加拿大驾照。名单的网址呢放在了描述栏里。所以这期视频呢，我针对持有不属于互惠协议国家的考生来说的。那么我先说一下7级驾照跟5级驾照的区别。那从未持有过驾照的考生呢，或者持有其他国家的驾照少于2年的考生呢，需要从7级开始考。这类考生持 L 牌1年之后呢，才能参加7级路考。7级路考通过后会发一个 N 牌，也就是新手牌 New Driver。N 牌呢必须贴在车后方。那车上的乘客呢，直系亲属不限人数，除直系亲属之外呢，只能再乘坐1个乘客。那如果副驾坐了25岁以上，而且持有1级到5级驾照的乘客呢，则该车队人数呢没有限制。持有7级驾照满2年后呢，就可以参加5级驾照的考试了。在加拿大呢，一般家庭用车呢，我们拿到5级驾照呢就够了。如果你拿到5级驾照之后呢，你想要搬家，比如说搬到这个隔壁的 Alberta 省啊，你就不用再考了，可以拿 BC 省的驾照呢，直接换当地的这个驾照就可以。还有一种情况啊，如果新移民已经在原居地开车超过2年，直接可以考5级路考。通过笔试后 ，ICBC 会收回你的原居地驾照，不会再还给你，同时会给你一个黄色的纸，就是临时驾照。这里有个小提示啊，如果你持有的原居地驾照呢不到2年，建议你等到2年之后呢再去直接考5级，否则呢你只能先考7级，然后2年之后再考一次5级，有点浪费时间啊。那么当你拿到这个临时驾照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练习开车了。你可以找你的朋友或者家人帮你练车，但大多数人呢都会提前找教练，因为教练呢会掌握一些路考的最新变化的信息，更有经验。接下来我说一下7级驾照跟5级驾照的路试考试细则和技巧。我先笼统的说一下啊，从实际的路考出发呢，7级虽然比5级等级低，但是考试内容呢基本全部会涉及，而且要求严格。而5级考试的感觉呢更抽象些，考官呢较多的会考考生的这个驾车的感觉、自信程度和安全意识。考试内容呢可能不会全部都考，甚至如果考官感觉你的技术是过关的，也许这个考你20-30分钟就过了。在考试的时候呢，要具备这个临场应变能力，比如遇到了消防车鸣笛而过，遇到了动物，遇到了违规穿越马路的行人，或者路上结冰等，这些都需要你采用正确而且安全的驾驶方式来处理。那路考啊，其实没有分数，他们只是看我们的这个错的次数。比方说这个 shoulder check 你有没有做？ shoulder check 呢，就是回头看看这个侧面有没有车，左右都需要看。那一般来讲的话呢，如果你有3次没做，这个考试呢就会挂掉了。它有一个比例啊，就是你可以错几次。比方说你这个速度控制的不好，一般路况好的情况下呢，大概有这个6次的机会可以错。那如果是在一个比较繁忙的交通的时间去考试的话呢，那有可能会变成10次。所以相对来说呢，每一个时间段你去考试呢都是公平的。所以你在学习这个过程之间呢，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个错的习惯改掉。BC 省的这个路考1年比1年难，是非常严格的。但其实这是个好事儿啊，我们也不希望马路上有很多的杀手，对不对？下面呢，我详细的讲一下这个路考的流程啊。先讲一下这个出发前的路试技巧。7级的考试呢，差不多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。5级考试呢，一般会考大概40分钟到45分钟。考试当天呢，我们都要提前15分钟先去报到，然后交完钱，时间到了之后呢，考官会找到你。考试的车辆 ICBC 是不会提供的啊，
所以不管你今天是自己用自己的车，还是用朋友的车，还是用教练的车，反正你自己必须要带一部车去考试，只要是安全的、可靠的、买了保险的就可以了。考官然后呢会请你先上车，你上车之后呢，考官会先检测你的车况，会让你开大灯、高灯、低灯、雨刷器、方向灯，会让你踩刹车，看你这个刹车灯会不会亮。那全部检查完了以后呢，考官会上车。那么近期的考试呢，考官会让考生开一个危险灯，就是有一个三角形标志的危险灯，他会叫你把它开亮。他还会考你这个手刹在哪里，手刹有的时候呢是用手拉的，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的 button 让你摁而已，或者拉上来。一般来讲的话呢，他可能会问你这个 hand brake、emergency brake 或者是 parking brake 在哪里。他所指的这些呢，都是同一个东西，就是手刹，只是叫法不一样。检查完了之后呢，如果没有问题了，考官上车之后呢，会跟你讲解一下，大概我们会考多久，问你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没有问题，就开始考试了。那么我们讲一下这个出发后的这个路试技巧。考试内容呢，就是左转、右转、换线。5级多了一个上高速公路、下高速公路。如果是7级的话呢，就是多了一个路边停车，还有这个前进的路边停车、后退的路边停车，然后是直线倒车。这里我多提一句啊，7级的话呢，不考高速公路，但是你练习的时候呢，可以上高速公路。将来你考完7级呢，也可以上高速公路，只是考试的时候不考。考试的时候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开的安全的。它并不是说考你很多的技巧，你只要是安全的开车的话，基本上很容易通过的。在考试的过程中呢，如果考官没有叫你转弯或换线，你就得直着走。你如果觉得有必要自己要去换线，你也可以自己换线。你要跟着路上的所有标志去走，按照这些标志规定的法规去安全的开车。考官是不会让你去做违法的事情的啊。比如说一个路口明明是不可以左转的，他是不会故意让你那里左转的，他不可以骗每一个考生。但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啊，就是考官最近的一次指令是直行，那你前方如果有左转或者右转的标志的话呢，考官是不会说话的，需要你自己去审时度势，去观察，自己换到直行线去继续执行。另外就是，不管你是考5级或是考7级的时候，他会问你 hazard perception， 就是在马路上呢看到有没有什么潜在的危险，那你就要讲出来，比方说车子、人、天气不好、路是湿的等等。那临近结束的时候呢，考完了以后，开过 ICP Selfish 的时候，一般来讲的话，如果你考过了，他会叫你做一个倒车入库。如果你没有通过倒车入库，可能就不会让你考了。如果没有考过呢，考官会跟你的朋友或者你的教练呢，跟他们讲一下你到底哪边有错，要注意哪儿。没有过的话呢，你大概要等14天才可以再考。如果你第2次又没有考过的话，就变成等1个月。但如果第3次没过的话，就要变成等2个月。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考试过程准备妥当再去考试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比较不会浪费时间。如果你通过了考试呢，就会回到 office 里边去照相，交钱办手续，路考就全部完成了。那你就可以回家等着你的这个驾照就好了。那考试的流程呢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啊。拿到 BC 省驾照之后呢，比方说你是考5级驾照的话呢，第一次拿驾照呢会给你2年，那2年之后呢也不用再考，就直接再拿去换，再换的话呢就是5年的了。以后呢也是每5年换一次。那说到这儿了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就帮我点一波关注呗。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点呢，就是路考中最容易被扣分的项目。首先一点啊，是无论你是练习还是考试，你要在确保安全的驾驶的情况下呢，自信一些。比如左转时看到空隙呢，可不可以走？如果说这个空隙呢是安全的、够大，那你就可以走，要义无反顾的赶快走。那有很多人呢，明明看到有一个车子离得还挺远的，他要一直看那个车子，不太敢走。犹豫纠结的时候呢，那个车是不会停，它会一直走的。所以等到你想走的时候呢，它已经要靠近了。这个时候你再看呢，就会变成危险动作了。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空隙是安全的呢，就一定要走。还有一点，我们就是在考试的过程中呢，对于速度的控制程度，我们在市区里呢，一般大概就是50公里。那有很多的人呢，就一直看到表有没有开到50。那考试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看你开的是不是比较顺畅。所以呢，只要你开得很顺，有时候多一点，有时候少一点呢，其实考官呢是不太在意的，因为他不会一直盯着这个表去看。有很多人一看呢，哎呦超过50了，就赶紧去踩这个刹车了，马上就减速了。但是前面呢根本没有什么车，本来这个考官呢可能在看这个外边的风景，看他正高兴呢，结果你这一去踩刹车，他觉得很奇怪，说你为什么这个突然减速啊？
他反而可能会去看你这个表，一看就不得了，哎，超速了，那他就要记上一笔了。就是像这样子的情况呢，尽量避免。有的时候呢，你自己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呢，其实只要松一点油门，那个速度就掉下来了。关于速度呢，还有一点就是你不要在学校跟 playground 超速，就是不能超过30公里。你只要在这两地方呢超速一次，这个考试就挂掉了。另外，在考试的时候最容易犯错这个部分呢，大概就是红绿灯路口左转。左转的时候呢，规定路口只能有1辆车出现等待左转。在等待的这个时间呢，你要同时看对面有没有车和行人。很多情况下呢，你可能要等变黄灯的时候才能转。那你看到这个黄灯亮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要一直在踩着那刹车了，让你的车子呢再慢慢的这个动起来。如果对面有闯黄灯或者闯红灯的都没有关系，让他们走完。那他们走完之后呢，即便我们这个路口呢已经变成了红灯了，都没关系，你就把你的这个车子转离开这个路口就成功了。那很多人呢就一直看对面这个车，结果红灯亮，车子没动，那这个考试呢也就跨掉了。我平时开车的时候呢，也是会看到有些就是变红灯了还没有左转的车，肯定是司机走神了。那么当你拿到驾照之后呢，你就会去买辆车或者 lease 一辆车。那么无论申请买车贷款还是申请 lease， 这样的 business manager 呢都要审查你的这个信用记录。那你应该知道啊，在加拿大呢，拥有一张信用卡并且合理的使用、及时的还款，就可以帮你积累你的这个信用记录。在加拿大呢，无论你是租房、买房、租车、买车，都是需要你拥有一个良好的信用分数的。就200多年历史的加拿大满地可银行 BMO 可以免查信用记录，协助新民办理信用卡 BMO Cashback Mastercard， 并且还为5年内登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、合法籍劳工推出了 BMO New Start 银行理财计划。通过这项计划开通支票账户，总共可以得到超过600加币的优惠。这样计划包括符合一定条件，可以得到高达300加币的开户奖励。具体条件呢，可以去我描述栏里的网址参考。如果介绍家人开户，通过 BMO Family Bundle 可额外获得50加币的奖励。刚来加拿大需要花钱的地方呢很多，能省就省点，能多挣点就多挣点吧，反正都是需要开户的。与家人共享开户优惠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第一年还可以免月费。假设每月的月费是16.95加币，一年12月就可以省下203.4加币。这项计划呢，还可以免掉为期1年价值60加币的小型保险箱费用。大多数新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呢，刚开始都是租房的，那么重要物品放在房间里呢，也许就不那么安全了，尤其是和室友一起住的人，像是珠宝、手表、学校证件、重要证件等等。所以保险箱对于新移民来说呢，还是很实用的。开设这个账户，今年国际汇款还可以免1年手续费。总结一下啊，开设 BMO 的这个 Performance Checking Account， 一年竟然可以省下600加币。反正刚来加拿大都是需要开户的，同时给自己赢得一些额外的奖励，不是更好吗？家庭成员之间的账户信息呢，也是独立且保密的，大家的隐私也可以得到保障哦。BMO 的服务质量在大洋地区口碑相当好，除了英语服务，还有中文服务，包括普通话跟粤语。在加拿大呢，我们需要经常跟银行打交道，不是仅仅取钱存钱那么简单。比如买房贷款，给孩子在银行申请 RSP 教育储蓄基金，做股票和基金的投资，都是需要和银行打交道的。所以找到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呢，还是挺重要的。BMO 的各部门员工呢，会给你提供最适合你的投资理财计划。满地可银行在加拿大有超过900家的分行，并引进了最新的 ATM 机设备，让你的自助存取款办得更方便。在一个新的国家重新开始，需要很多勇气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就要对自己走的每一步负责，才会让你未来的路走得更远，也更容易一些。选择 BMO， 带给你更轻松、更美好的未来。申请这项计划的网址呢，我也放在描述栏里啦。如果你符合条件注册，一定不要错过哦。好啦，这是我本期要跟你们分享的内容了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别忘了帮我点赞、订阅并打开通知小铃铛啊！如果你是新移民或者外籍持工签的劳工，而且要开设银行账户，就去描述栏里找 BMO New Start 银行理财计划的申请网址吧。我愿与你分享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使用信息。总有一天，让我们相聚于北美大陆。我在这里等你，我们下期见啦！